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波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4位情感导师的人生智慧，看看他们如何帮助今天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。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我以为姐姐会更懂事一点，可她还是总会无理取闹。向你解释过太多遍了，我和他们只是朋友，我已经在努力维护我们的感情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以为他会成熟稳重些，但年龄差终究是道无法跨越的鸿沟。你什么时候才能给予我足够的安全感？我眼中我们的未来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于21岁，来自哈尔滨，销售；女嘉宾小陆，来自长春，自由职业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哈，一个在长春，一个在哈尔滨，是的，算异地恋？对。怎么认识的？啊，其实我们2个是在网上认识的，也确实是网恋。然后当时是在一起玩游戏，觉得人还挺好的，后来又加了群，细聊了一下，挺有好感的。异地恋多久？其实时间并不是很长，算到现在才5个月左右。哦，还不到半年呢。对。那今天来这儿干嘛？是没有安全感是吧？小片里说。他做了些什么让你没安全感呢？其实最开始只是一些细枝末尾的事情，比如说下雨天的时候，我会可能会跟他抱怨说下雨了。我说你那边应该也下，因为2个城市距离并不是很远，我这边有变化，他那应该也是差不多。我会担心他出门有没有带伞啊，或者有没有挨浇。但是相应的话，我从他的嘴里听不到，可能年纪小不太开窍吧。后来我索性我就直接告诉他了，我说我出门办事儿没有带雨伞。然后他直接告诉我啊，忘带伞了。每次都这样。没有回应或者回应少。对，虽然说有7年之痒，但是这不到7个月呢，你就这么刺挠吗？你就啊。每次说到这种问题，他永远都是沉默不回应。因为我想要的生活其实是想成熟一点的，而不是说小打小闹的，因为这种感觉很腻味。除了没有回应让你觉得缺乏安全感，还有什么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？他身边的异性朋友过多。其实这个问题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有知道，但是答应在一起之后，他也确实没有跟我提过他的异性朋友。相对来讲是踏实了一些。可是我不知道你的那些朋友是什么情况，明知道咱们2个谈恋爱之后还跟你走得那么近，然后你适当拒绝一下很难吗？怎么大事小情都找你啊？我是可以去拒绝，但是我不想让我朋友觉得我是重色轻友，而且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，并没有其他什么东西的。如果真的有的话，说白了可能没有你什么事儿。挺扎心的啊。那你要这么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谁家小姑娘大半夜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灯泡憋了，让你去换灯泡？这东西应该不分男女吧？我怎么没有男性朋友大半夜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给他换灯泡去啊，哥哥？行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大半夜小姑娘给他打电话换灯泡。他其实有一个算是优点吧，就是什么事情都会跟我讲。最开始我还挺喜欢他这一点，但是我发现他就没有什么避讳性可言，说是跟我说了，你可以不去的。就拿换灯泡这个事儿来说，如果说是男性朋友的话，我不会讲什么，你再晚都没关系。但是女性朋友，且他知道你有女朋友的情况下还给你打电话，我不得不说一句，女人最了解女人。这小姑娘想什么，我不是不明白。不避讳哈，坦诚是吧？这个要有解释吗？没什么，没什么解释的，没啥解释的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也就是说，其实男生
不太会顾及你的感受，是吧，姑娘？或者说压根儿也没顾及你的感受，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有这个感觉吗？准确的说，从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感觉了。啊，当时两个人为这个事情还大吵了一架。为啥事情？我们两个是网恋了大概3个多月、4个月，上个月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见面。我倒是挺重视这个事情的，毕竟谈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嘛。但是我万万没想到，咱们两个第一次见面，你说要把我介绍给你身边朋友认识，可为什么出现了好几个女生？因为我想让你认识我的朋友，我想把你带到我的圈子里。那你能回忆一下当天都发生什么了吗？你是约好了跟我见面，为什么中间会杀出来一个人？什么日子你把他放出来？你咋想的？什么人？他的一个异性朋友，说是他的妹妹。然后我们两个就是逛街的时候，他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撂下电话之后，他告诉我一会儿我一个朋友过来。我说是临时定的嘛，我想说如果临时定的话，确实不太好驳人家，对方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但是他告诉我，是1个星期以前就定好的。还是你觉得我和他能同屏出现，很正常？我想的是，他只是我朋友，我只是想让你们见一面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后来小桃会从你手机里看到我的微信，然后加了我？加了你做了什么呀，小桃？数落我，数落你什么呀？说我不懂事儿，不懂得体谅我这个小男朋友，还有就是过于矫情，以及那话怎么说来着，叫无理取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对我有这样的评价，是你跟他说什么了，还是他看到什么了？这个事儿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当时咱们两个吵架了，我和他说了一下咱们吵架原因。一下吗？你想清楚，小桃说的可比你细致。但我真的只是说了一下而已。然后呢？其他好像没有什么。我为什么要从你的女性朋友嘴里听到数落我的话？你有什么话不能直接对我讲吗？为什么要中间有一个传话筒？且这个传话筒我不喜欢它。寻求朋友的帮助吧。如果咱们两个之间出现问题，我去找我的异性朋友寻求帮助，您会怎么想？你这叫强词夺理。我觉得老师训学生，妈妈训儿子，或者叫上司训部下吧。你明明都知道这个很不舒服，你当时第一次约完会见完面离开不就完了吗？还纠缠什么呢？我喜欢他肯定是有理由的。哎呦，你喜欢他什么？高高帅帅，仅此而已？不止。啥？他工作已经6年了，他很拼，他也很能吃苦。相比较同龄人的话，会成熟一些，这也是当时我会对他动心的原因。但是让我很意外的就是，没想到真正走到一起之后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脾气好吗？对我其实一般，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会对我发脾气，但是怎么说？发什么脾气？说我过于善良也好，还是怎么样也好，因为我知道，其实每个人工作都很辛苦，他有压力也很正常，那哄着呗。你了解你的女朋友吗？只是在生气的时候，她那个样子，让我觉得认不清她了，不再像是我当时认识的她了。每天我下班的时候，下班很晚，她总说我，你能不能早点给我打电话啊？我可能就像她所说的，我跟同龄人不太一样，我比较注重的可能是我自己的事业。不是你做什么的呀？汽车租赁。挺好啊。也是个服务行业嘛，每天看着人的脸色，然后自己有些闹心事儿，再加上他的不理解。你爱他吗？谈不上爱，只是喜欢，因为我现在没有这个责任。这是一个你喜欢的女生啊，所以这个喜欢是一个特别的、独一份的，还是这种喜欢
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独一份儿。跟别的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？我们想过，我们想结束异地，但是他并没有这个想法。如果结束异地这个事情是由你亲口告诉我的话，我会很开心。但是我现在需要重新考虑这个事情了。什么意思？还，你觉得你们俩之间坦诚吗？还好吧？你坦诚吗？我承认我有事情瞒着他了。为什么隐瞒？没自信呗。那你觉得能瞒一辈子吗？这也是来这儿的另外一个原因。来，一个女生向你隐瞒一些事儿，什么事儿是你最介怀的？第一，已婚；第二，离异；第三，你说了，如果是你男朋友跟你说的，你会非常高兴和欣喜。恰恰你是从那个小桃姑娘那儿听来的。如果我给你一个解释，够给你安全感吗？他更多的会给你危机感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他话不多，他口气得很。就像他刚才说的，如果我和那个女生有事，就没你什么事了。等到这个男生，他找到了，明白了吗？谢谢。谢谢波红兄，曲总。这边你是。就这样，谢谢曲总。于老师，男方你觉得你真诚吗？这个话题问了好几遍。哎，还像是女朋友，和别人稍微有点区分，标签不同，这就是他的虚伪。但是你恰恰被这个小标签给误解了，以为它可以放大，以为是真实的，以为可能有未来，都是一场梦嘛。所以你们都真诚一点吧，或者你们干脆就不要奔现了。你们都是男性朋友、女性朋友，我觉得挺好。谢谢于老师。周老师，我们都谈过恋爱，我知道真正爱上一个人，如果这个人不爱你，我们内心会有什么感受？如果真特别美好的人，我编造了一段特别美好的童话，我编造了一段特别美好的游戏，这个游戏的名字叫爱情。我编造完了，所以我要去实现它，所以我要去奔现了，我好开心。然后在你这么开心的时候，我看了一眼你男朋友，面无表情。所以同样，我相信，如果真正相爱的人，在听到你要奔赴我的时候，一定是很开心的。怎么可能面无表情呢？你不喜欢他吗？喜欢里边也是想，他终于来了，我太棒了，我们可以在一起了。朝思暮想那个人终于来了，你没有，所以你冷漠的无语。代表你内心对他没有丝毫的动念，你们俩干嘛不坦诚一点呢？没爱过就没爱过嘛，自己爱上自己的就自己爱上了自己嘛，自己给自己编了童话就自己编了童话嘛，童话就醒来嘛。多累啊！说白了，人家就是没拒绝你嘛，人家也不主动嘛。你幻想了一场爱情，小子，21岁。好好读读书，我指的不是这个书本啊，除了这个书本之外还有生活。你可别再这样了，
你可以把那个什么小桃妹妹啊、幻灯泡的妹妹啊、一起聚会的那些妹妹，包括她，先剃一剃。我觉得你现在不适合谈恋爱，因为你谈一次，你会伤害到别人，也会伤害自己。至于您嘛，可以把今天变成一次告白。不行，我喜欢你不行了，今天我也坦诚了真相了，我要重新追你，也行。人家接受不接受是别人的事情，好吗？对自己好一点，姑娘，不需要在我们这个舞台上不需要伪装，不需要那个，真的不需要。强颜欢笑，您多累啊！我们也心疼愿意。这个时候，女人不要那么坚强，难受就是难受。啥叫前程似锦呢？恨都恨死了，我的爱都白付。谢谢两位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哎呀，时候一拍两散，对双方都是一件好事情，双不出。徐总，说不出，双不出了，肯定了。周老师，因为害怕受伤，所以得掩盖自己所有的不满；因为害怕对方答应自己的要求，所以得把自己的需求全部得隐藏起来，只能用笑容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。所以就是他有一个很厚的壳，是吧？对。男生呢？男生一样的，男生是用一个冷漠的面具，女生是用一个温暖的笑脸的面具，两个面具在一起，怎么可能有火花？所以今天他们叫面具对对碰，对，看有没有碰碎啊！来，请开门。这个结局其实是一个最好的结局，还是那句话啊，希望男生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多读读书，多用心去感受一下生活，不要因为年轻时的遗憾而放弃自己未来更长的人生。对于女生来说，就是希望做一个真实的自己，你值得更好的人好好的爱你。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从前的你对我悉心照料，现在却越来越没有耐心了。你又什么时候能够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呢？从前的你温柔体贴、贤惠得体，现在却经常和我生气、吵架。我用了4年的时间陪你从校园爱情走到谈婚论嫁，你却想一意孤行地决定我们的未来，也不知道我们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。我只是想好好保护你啊，你怎么就不理解？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小蔡23岁，来自浙江石原，现居杭州；女嘉宾小邢24岁，来自浙江石原，现居杭州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对未来的规划不一致了是吧？所以要来是吧？谈了几年？快4年了吧？快4年了。对。啊，我们特别标注的叫现居杭州啊。是的。过去是从哪儿去的杭州？我们是大学同学嘛，然后大学的时候谈恋爱的，然后大学的时候谈了2年多吧，然后毕业了，就从大学那边然后来到杭州。他不搭理我，他说我答应了，我在看手机啊，我正有很专注啊。你是在打手游还是在看东西？这种情况下打游戏多一点嘛。他有时候还打到3、4点呢，晚上凌晨。偶尔。跟我的朋友相隔2地嘛，那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大家都有空了，那就大家约起来打一下嘛。但我一般打游戏的时候，我都会把灯关了，然后我声音也会很小的，然后他还是觉得我很吵。有时候不说话，但是突然一声起来，我真的给他吓死。那情不自禁。情不自禁嘛。理解啊！哎，这俩人挺有意思的啊，温温柔柔的，感觉平常还挺好哈。女朋友一直就这样吗？那你是没吵起来，他现在这样吵起来，他一开始看着他小小的很可爱的，好像很温柔的，但是他吵起来就很让人难以接受。你形容一下什么样子？我就讲一个我觉得很无语、很无厘头的吧。就那次我跟我的女性朋友聊天，正常聊天，
但是呢，我是怕被他看到，怕他会想多，我就把你怕啥？就是都是正常聊天，你怕啥？哎，就是有几次那女生来找我，她也看见了，我怕我后面再跟她聊，她会多想。哎，真的会有这个担心，我感觉真的也没聊什么啊。然后我就把聊天记录删掉了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知道我把他聊天记录删掉了。后来他就过来质问我嘛，那质问我嘛，然后就吵架，就吵得很凶嘛。那他就当天晚上就睡着了，然后第二天早上他起来先给了我一拳，然后他说我昨天晚上梦到我跟别人搞暧昧了。我说啊，然后他说但是梦是反的，所以应该是我在跟别人搞暧昧，然后又开始跟我吵架。哦。他做梦梦到了他跟别人暧昧，对，然后说打了你，对，理由是梦是反的，是你跟别人搞暧昧，对，是这样吗，姑娘？哎呀，你这个逻辑性非常强啊！你看，主要是我太生气了。他如果跟他同事或者说跟他同学聊天，那我看了一下没什么，那我肯定不会再说啥了呀。突然那个人突然来了一句什么，然后我看聊天记录没有，你说我急不急？我问他，根本就看不到，因为聊天记录删掉了呀。然后我那天跟他吵了之后不了了之，我晚上又在想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，晚上梦见这个，我就觉得肯定是有什么问题，但是我又无从考证，我早上真的很生气。哦，大姐，你这个，你梦到的是你跟别人搞暧昧，你是加我身上干嘛？你看，他又开始大声吵架，老是这样说两句就开始凶我。哦，可能嗓门比较大嘛，有些时候嘛，就是着急一点。那声音就会响一点嘛，但基本上我声音响了，他就说你凶我。逗的了，他这么回去，那我工作啊什么的，都没了呀，我要从头开始了。那我是这么想的，因为如果我们结婚了，那你就是温州的儿媳妇了嘛，那我们最后早晚肯定是要回到温州去的呀。你现在的话在杭州这边打拼，那还不如直接我们趁早先回去，在温州发展嘛，然后在那边成家立业啊。然后顺便的话，我们还可以给父母尽孝这样的嘛。那他说的是他的父母啊，那我的爸妈呢？宁波离温州也不远呀，我们有空的时候，高速上面1个多小时不就到了嘛？我们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周末一起去看看你的爸妈呀，咱的爸妈呀。那我的工作是做外贸的，然后我们就是一个行业要累积的。你如果说贸然的跳到另外一个行业，或者说换城市的话，那你其实就相当于从零开始。而且我原来一个人来杭州，现在快2年了，我的朋友啊，然后工作这些都是从零开始的。你让我全部放下到温州再从头，我真的有点就是难接受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跟工程相关的吧。一定要回温州？因为现在我们爸妈年纪也不小了。是你爸妈多大？我爸妈快60了。啊？快60了。于伯伯快60喽，这不年轻的很吗？啊，反正我心里是有一种观念吧，可能就是觉得要落叶归根。他说他在杭州已经发展2年了嘛，我这边差不多也1年多了。但是我觉得，那我如果在这边一直发展下去了，那到后面不是就没有机会回去了吗？趁现在就我们这个纽带联系什么的还不够紧啊，我们趁早先回温州，在那边再扎根嘛。所以你说他的固执就是在这儿，对吗？对，他就是死活不听。那你觉得你固执吗？我觉得我讲的还蛮好的。那就去宁波呗。去宁波。那我可能有一点点自私。不，跟自不自私没有关系啊，咱们谈清楚嘛。因为我感觉我还是比较喜欢温州。这个达不成协议，婚还结吗？不知道啊，所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？我还是希望能沟通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吧。那就杭州喽。杭州的房太贵了。哎呀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啊。那你还爱他吗？爱。这么长时间磨合下来了，对吧？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叫我们的未来在什么地方发展。如果我们放大说一下，好像看起来人生目标不太一致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人生的方向不太一致。放大说，放小说，大家会想，感情那么好，其实在哪不都一样吗？所以你心里面对他的真实感受是什么？你想要嫁给这个男人？
你想娶这个女人吗？那就 OK 了。那跟在温州还是在宁波有什么关系呢？哎呀，我也不是很想回温州，我也想在我爸妈身边，因为我爸妈生都是女儿，然后我姐姐都已经结婚啦。那我想，我可能如果在宁波的话，可以陪陪他们，还是最好的。你家里是几个？我有一个姐姐，还有我。所以2个年轻人现在都有一个自己一个比较核心的东西，对吧？我们要守护父母，对吗？是这意思吧？我理解的对吧？这可怎么办啊？这可怎么办？我们还相爱呢，真的是相爱吗？但是好像我们又背负着很沉重的一个包袱啊！父母真的是你们的包袱吗？这个真的就不可调和吗？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来着？应该要到27、8岁吧，他还要再过。为分手找借口，答案结论我还是跟于老师是一样的，索性就留在杭州。你们的问题不是回到家乡的问题，是能不能一起很好的经营你们的爱情的问题。经营不了爱情啊，回谁家都会有一个人觉得不甘心，都会为你们的爱情带来隐性的一个问题点。所以说留在杭州是最好的打算。就这样，谢谢徐总。于老师，你们恋爱了4年，看看是现实的力量大，还是你们的感情力量大？你们也去体验一下，你们根本不知道回去以后是什么样子。另外一个，你们3、4年以后才结婚，那么这3、4年之间，你们异地一下，感受一下，把答案留给时间。谢谢于老师。周老师，我可能有点悲观。美丽的肥皂泡该破的时候就是会破，虽然在破裂之前它无比的绚烂美丽，但它就是会破裂。所以2位，我觉得你们今天能走到我们台上，唯一的原因，你们都对这段感情没有信心，以及对自己的未来职业人生路没有信心。你说你想要回你老家，无论温州也好还是宁波也好，为什么要回去？因为你觉得
我没有办法在杭州立足。而且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，我可以大胆的猜测，你可能现在工作做的也不太好，至少不符合你自己的心愿。可能在工作的人际关系当中、收入当中，你都觉得不满意，杭州太累了，所以你想回去。同样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，你知道你带不动他了，你知道你对自己和对他你们的关系两个所有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了，你也知道你们两个对于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的差距有，所以你才会不停地跟他讲，我做梦梦到了你可能跟别人暧昧，我要去看你手机。一个女生但凡对男生有一点信心，但凡他们两个人能共同的去商量一些事情，不会查男生手机的。所有的查都是因为内心的不安。所以你知道他跟你的生活方向不一致了，都知道不一致，那就礼貌的去对对方说再见，那就礼貌的对这段感情说分开。不要在那儿去说你就是因为不和我回温州，你不爱我，所以我们分开的。你也不要说你就是因为不跟我回宁波，你不爱我了而分开的。你们有爱，只是爱的能力不够，所以你们才会分开。谢谢周老师。没新鲜感了吗？不就这么简单吗？多了诱惑嘛，男生的种种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不要有其他的负担。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觉得老师们的点评还有主持人说的也挺有道理的。我可能觉得后面的事情我想得太远了一点。如果平时我有毛病，我觉得我会尽量去修改。那可以协商，其实在杭州也挺好的。谢谢两位，请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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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吧，做预测吧，老乡，双出，双出。你看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最聪明。于老师永远是看破不说破，你知道吧？来吧，曲总，大概率双出，应该是可以的。好，来，小于老师，我看到这段感情的不平等，最好的答案是女生必须回宁波，然后等待一个真实答案，是吗？然后预测结果是女生还在挣扎。男生可能不出来，你这太大胆了吧！来，小鹏老师，我大胆的希望女生别出来，男生可以出来。来，让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其他的事儿别想了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或者请见证。加油！再一次的感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